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9月21日。今日咧一定要講下于朦朧事件啦。呢個吹哨人結果被禁言啦。呢個係大陸屢見不鮮嘅。早幾個月咪發生咗一個醫生咯，係嘛？又係咁樣嘅。因為佢吹哨舉報咧器官買賣，結果佢自己就不明不白跳咗落嚟，就經常有啲咁嘅情況出現。點解咧？今日我想重點睇下呢個唔係一個個別嘅新聞嚟，呢個係一個整體社會嘅現象。係背後個底層片，要多謝 Sadie 先贊助。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咧？出門去旅行啊，落到機先發覺咧自己唔記得買 SIM 卡，或者買咗 SIM 卡啦，換起上嚟咧又好似咧唔順利喎。而家唔使咁麻煩啦，而家有咗 Sadie 嘅 eSIM， 一個 app 就搞掂晒，好方便，唔需要排隊買卡，唔需要換卡，打開個 app 咧就可以揀地區、揀流量，俾錢，1分鐘搞掂晒啊！而且咧我自己實地試過啊，喺捷克又好，喺西班牙試過。咁咧非常之方便，非常之快速嘅，而且咧好穩定。加上咧嗰個 app 裏邊咧有內建啦，可以加密 IP 嘅功能啊，可以保障我哋個人嘅私隱，而且可以攔截廣告、網頁嘅防護啊。你喺外地上網咧俾錢咧都會放心好多嘅。而且個 app 咧有實時嘅流量顯示，唔夠嘅隨時可以增值啊。而家呢個 app 可以支援超過200個國家同地區，咁咧你可以馬上 download 個 app， 將來咧就有機會用到。如果你發覺咧自己嘅手機唔支援到呢個 eSIM 嘅，咁你可以隨時安排退款，唔需要擔心嘅。而家只需要攞住個手機 download Sadie eSIM 嘅 app， 買單嘅時候輸入優惠碼就可以咧獲得優惠。名偵探小燕啊，喺9月11日咧就係吹哨，就係揭發咗咧于朦朧一個大陸嘅演藝紅星叫于朦朧咧，就係墮樓事件，而佢後來咧就被禁言喎。呢個係因違反相關法律規定啊。目前用戶係禁言啦，佢喺9月11日發嘅貼咧，結果係被刪除咗，啲網民都好擔心啊，被控制咗啊，被封號啊，佢最後嘅更新嘅貼咧就係9月11日咧，呢一個係完全同于朦朧事件咧係冇關係嘅，咁所以由此可見啦，背後一定牽涉到好重大嘅社會結構問題，即係吹哨者係被禁言，陳曉東被禁言。陳曉東咧，香港嘅歌星嚟啦，猜猜猜令人想嗰個陳曉東啊，結果咧就係因為同于朦朧發咗聲，結果又喺小紅書被刪帖，好多人都被刪帖。向太做直播嘅時候，陳南向太啊，人哋問佢于朦朧事件，佢係低聲不要啊，即係個 show 不了啊，佢話呢個唔講得。咁有啲人話向太咁大實力都唔講得，向太係大實力，但係僅限於香港啦。可能喺海外都有啲影響力嘅，喺大陸就真係並冇影響力。喺大陸咧，即係向氏家族咧，最多作為一個普通嘅投資者啫。咁但係佢喺香港向氏家族數十年盤根錯節嘅影響力當然大啦嘛。咁但係當年97年嘅時候要統戰佢哋，話你愛國都可以嘅，翻嚟做生意啦。咁其實翻嚟做生意愛國，其實就係希望統戰，利用佢嘅喺香港嘅影響力，引佢入大陸。呢個就叫做金耀基教授所講咧，叫做咩？用行政吸納政治，就驚你喺香港咧搞震啊嘛，然後叫你翻大陸做生意，咪唔驚你香港搞震咯。你而家錢喺大陸揾嘅，你喺香港影響極有限啊嘛。咁所以向太咧，佢喺梅艷芳事件裏邊咧，佢有影響力，佢親自落場同梅艷芳化解咗江湖恩怨。但係喺大陸咧，佢就冇呢個咁嘅能力，因為大陸佢俾你做生意，邊個俾啊？係黨俾啊嘛，係國家俾啊嘛。咁所以佢嘅影響力係不能夠同黨同國家相違背相抵觸噶嘛。而家國家政策就係要對于朦朧事件咧要統一口徑。咁于朦朧事件係咩咧？咁要講下啦，就係一個大陸嘅演藝紅星叫于朦朧啊。咁呢個于朦朧咧就係拍過幾套出名嘅戲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咁迪麗熱巴、楊冪啊，咁你好多人都睇過啦，啲仙劍嘅劇集嚟嘅，呢啲仙俠劇。咁我就睇過幾集啦，就冇乜深印象。當然當年睇嘅時候覺得迪麗熱巴話驚為天人啦，佢嘅美貌。咁但係呢個唔係重點啦。佢另外拍過一套咧叫《太子妃升職記》，呢個好笑喎。《太子妃升職記》咧係 BL 同埋 GL 嘅。大陸咧其實咧好多嗰啲漫畫同埋小說咧係 BL、GL， 因為你國家咁大，你要封都好難封晒。佢哋好多時候會走啲漏洞去逃避佢唔俾封嘅，但係最後都好多都封嘅，因為一紅咗就會封噶啦。嗰啲咩天官賜福啊嗰啲係咪？一紅咗就想辦法對付嘅。BL、GL 咧點解唔得咧？因為咧會違反國家政策，國家希望人口多啊嘛，係咪？呢個而家係人口紅利過咗，咁你提倡 BL、GL 呢個係會抵觸咗人口紅利嘅經濟效益。
咁所以呢一點咧就值得注意。太子妃升職記咧係講一個現代嘅花花公子穿越咗去古代一個虛假嘅朝代咧。而家大陸咧凡係講穿越嗰啲咧就會整啲虛假朝代出嚟嘅，就驚你抽秤佢話佢係篡改歷史啊嘛，佢唔可以讓你篡改歷史啊嘛，篡改歷史係有特權嘅人先可以篡改噶嘛，一般人咧就唔可以，所以就作啲假朝代，就穿越咗去古代，咁然後變成一個女人喎，太子妃喎，咁咧佢見到其他美女咧。佢梗係動心啦，因為佢本身係花花公子嚟，所以一開始有啲 GL 嘅情節。後來佢為咗要喺嗰個時代裏邊咧係發展啦，佢就梗係要同太子發生關係噶嘛，仲生埋仔添。一個男人 transition 咗變成一個女人，然後再同個男人生咗個仔，做咗呢個後來嘅皇帝。咁呢個好明顯係LGBTQ 嚟嘅，最終咧就升職啦。做咗皇后，做埋太后添，所以叫太子妃升職記。呢個 LGBTQ 喺中國咧就當然不能接受嘅。我就唔反對 LGBTQ 嘅，但係我覺得你要寫定咯。如果你套戲一開始有 LGBTQ， 有啲人係唔中意唔接受 LGBTQ 噶嘛，你就寫明呢套戲含有 LGBTQ 成分，然後我咪唔撳入去睇咯。如果唔中意啲人係咪啊？即係等於你睇嗰啲網站動作片。即係你係 expect 可能係異性戀嘅，但係撳入去之後發覺係 GL 嘅，咁你都可能勉強接受。但係如果你入去撳入去發覺係 BL 嘅，喂，你可能係有啲人抵觸嘅，影響到你嘅心情嘅。所以咧，所有嘢我覺得自由市場自由決定，你標明就得噶啦。市場係會決定抵制佢啊，定係唔抵制佢，支持佢啊，定係反對佢嘅。咁即係我作為一個堅定嘅市場信念者咧，我就覺得用市場決定，但係咧要減低大家中伏嘅成本，減低交易成本，就一定要有標籤呢樣嘢，令到大家都 comfortable 啊嘛。有啲人中意 BL， 有啲人中意 LGBTQ， 有啲人唔中意，咁你咪自己決定撳唔撳入去睇咯，買唔買飛咯，等等等等。但係 anyway 講翻呢個嘅于朦朧事件先，于朦朧事件最可惡可怕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違反常理喎。嗱，首先咧9月11號咧，警方竟然咧喺嗰件事發生咗半日，已經咧係排除嫌疑成分啦。根據騰訊新聞9月11日講，嗱，嗰個事件咧就係9月11日嘅清晨6點鐘，但係警方喺下午6點鐘咧就已經發咗通告，話係排除刑事成分喎。咁呢個係有違常理噶嘛？點解即係半日時間就可以查到？喂，你係咪要揾法醫啊？一個人發生嘅意外墮樓，你話佢飲醉酒，你係咪要揾呢個嘅法醫去 check 咧？係咪要揾證人咧？佢嗰晚同過幾多人一齊啊？有啲人話5個人，有啲人話4個人，有啲人話17個人。咁你係咪要查閉路電視啊？你係咪要花好多時間人力物力喎？佢唔係喎，佢半日警方就公布排除刑事成分。一個大陸嘅紅星，因為咧有吹哨人嗰日咧，佢係清晨6點墮樓噶嘛，晨早墮樓噶嘛。其實喺幾個鐘後咧，已經有吹哨人啦。呢個就係吹哨人，呢個就係叫做名偵探小燕。結果咧，佢就係因為吹哨講咗呢件事件出嚟，因違反相關法規，該用戶處於禁言狀態。其實只係得1.2萬嘅粉絲嘅啫，唔係好多人關注㗎。呢個名偵探小燕，佢就喺當日11點，就係呢件事咧發生咗幾個鐘頭之後，發咗個微博出嚟，咁結果引起好多人嘅關注啦。因為佢第一個報道咗呢件事出嚟嘅人，結果佢嘅留言被禁咗，陳曉東又被刪除佢嘅留言，好多人嘅留言俾人刪除。咁而家咧，大陸最新嘅講法咧就係要嚴厲整肅謠言啊嘛。對於中國公安部對於相關網絡謠言依法立案處查。哇，呢個犀利，即係佢背後一定有好強大嘅勢力啦，先能夠壓住成個新聞。因為冇任何一個人係會接受到朝頭早跳，晏晝就 close files， 話死因冇可疑。呢個死因冇可疑呢件事係相當之有可疑。嗱，我哋唔講陰謀論，我哋用合情合理嘅方法推斷。任何一個人跳樓，佢話佢飲醉酒跳樓，你梗係要查人證物證 CCTV 解剖，睇下個身體裏邊有冇係咪服用毒品啊？會唔會俾人哋落毒啊？係咪有灌藥灌酒啊？你所有嘢都要查，呢啲唔係幾個鐘頭可以解決到啊？唔係，我係咱們中國公安
是最厲害嘅。咁你可以咁講。咁但係咧，不尋常嘅地方就係9月16號。9月16號嘅時候咧，佢嘅家屬啊，就因為咧有好多謠言出現咗，佢家屬竟然係發咗聲明，犀利啦嘛！于朦朧嘅母親嗱，佢係獨生子嚟嘅，就係透過呢個嘅工作室發布咧，因飲酒意外墮樓啊，係呼籲咧停止揣測。家屬竟然係發咗封信出嚟，就叫人哋咧唔好再揣測啦，唔好再查啦，你哋真相俾你知道又點啊？係咪啊？佢嘅意思係咁咧。嗱，嗰封信大概係點啊？各位關心于朦朧嘅朋友，我係于朦朧嘅母親。近日我經歷咗巨大嘅悲痛，愛子于朦朧因飲酒意外墮樓，永遠離開咗我哋啦。呢個突如其來嘅變故咧，讓我哋深入深深嘅哀傷之中。公安已經將我哋咧嘅調查情況啊向我哋通報啦，後事都處理咗啦。11號調，16號竟然處理咗後事，頭7都未過。我哋希望大家理性看待呢件事。家屬喺個仔至親走咗之後，竟然可以呼籲啲人理性看待呢件事，不再進行猜測。我哋亦都希望早日回歸平靜嘅生活，懷着對朦朧嘅思念，努力過好每一天。相信呢個都係朦朧嘅心願。最後啦，朦朧在天堂平安。再次感謝所有人。朦朧母親泣告，白頭人送黑頭人，可以寫得如斯理性，呢個呢係違反常理。點解違反常理呢？從心理學啊，即係我冇讀過心理啊，但係通識以前有教過呢一個啦。喂，人有5個階段㗎，任何人咧遇到哀傷咧，第一否認。即係如果有人話俾我知啊，喂，你有 cancer 喎，趙生你有絕症喎，我第一時間否認啊！有冇可能啊？我舊年先做 body check 啫喎，係咪誤診啊？第一時間一定否認嘅。後來諗諗下係，原來真係 cancer， 憤怒啦！點解上天對我咁唔公平啊？我咁後生點解會有 cancer 噶？討價還價bargaining，諗做手術好定唔做手術好啦？自己內心掙扎啦，係咪？做手術、化療、電療，可能我會最後嗰幾個階段啊，可能會好痛苦嘅。如果唔做手術，可能我後來嗰幾個月、1年半載過得舒服啲，但係又短命，不斷咁會 bargaining，最後抑鬱，陷入哀傷裏邊，最終先會接受。唔同人有唔同嘅5個階段啊，有啲人快啲，有啲人慢啲，但係獨生子之死5日就竟然由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抑鬱去到接受，呢樣嘢係有違常理嘅。而且公安係半日就 close file， 呢樣嘢更加係有違常理。咁所以咧，正常家屬梗係希望社會幫佢查噶，佢自己查唔到，佢冇能力去查。公安 close file， 你梗係希望啊社會大眾去查，還一個真相。即使可能個真相真係飲醉酒，你都中間希望獲得更多嘅資訊啦。佢嗰晚發生咩事？點解會飲咁多酒啊？同咩人飲酒啊？飲酒嘅期間發生過咩事啊？有冇潛規則啊？假設佢最後真係飲酒墮樓嘅，係咪受咗委屈啊？點解突然間會受委屈啊？之前都冇任何症狀嘅，冇任何遺書嘅，冇任何呢個嘅死亡嘅動機嘅，你都好想知啊？點會叫人停止揣測嘅啫？即係背後肯定係有一件好難以啟齒嘅事情，同埋好強大嘅勢力啦。咁但係咧，詳情我哋而家唔知，我從來唔講陰謀論啫，我就講下我哋已知道嘅事實啦。譬如話9月12號，一個博主喺網絡吐槽西藏某地區啲飯餸太貴，吃不飽，同埋咧314國道堵塞，遭人舉報啊。結果凌晨3點10分，遭公安上門恐嚇，博主喺網絡平台咧個視頻都下架啦。呢個咪同之前咧台灣嗰個小薇一樣咯。小薇啊翻大陸啊，就係結果拍小紅書、拍抖音，就講為咗大陸咧嗰啲村委啊點樣不公啊，因為天災賠償啊嘛，不公啊，結果又係半夜俾人哋上門恐嚇。後來佢拍視頻咧都有繼續拍嘅，佢中間失聯被控制咗一段時間，後來拍視頻咧就拍翻咧貴州正能量呢個小薇啊咁樣。其實全國都係咁樣嘅。之前嗰個醫生吹哨話呢個咩？話呢個醫院咧有買賣器官，又係咁，最後被跳樓埋，被自殺埋。李文亮醫生又係咁樣。其實呢個就係我成日講嘅超穩定結構。
佢就唔容許你去公開國家嘅醜聞。點解咧？亦因為人口多啊。如果每個人都有委屈都會出嚟講，我處理得一單唔處理其他，個社會就會有怨氣啦。我就不如所有人咧都壓抑落去，因為咧一個人吹哨成功爭取咗平反，其他人就會要求為佢哋嘅案件平反。所以咧，黃仁宇教授喺萬曆15年同埋中國大歷史裏邊就解釋咗呢一個叫做超穩定結構啊嘛，就係用道德代替法律。黨係光明公正偉大嘅，朝廷都係，天子都係嘅，父母官都係嘅。所以咧，你嚟告官咧，你嚟告某啲人咧，佢就打你80大板，未見官打80。點解啊？就唔希望你告官咯，希望你私了自己解決，賠償嘅就可以賠償。因為只要咧所有人都私了嘅話咧，唔告官，個官咧就可以有效地控制住個社會穩定啦。如果每個人都告官，佢有啲處理到，有啲處理唔到，你就會怨個官咯。你就會討厭個官咯，你就會爭取咯，你就會有訴求，就會形成咗公民社會。所以唔能夠讓公民社會形成最有效方法咩？將所有冤假錯案壓倒落去，穩定壓倒一切，穩定我嘅權力，壓倒你們嘅一切。你哋支持呢個體制係因為今次受委屈嗰個唔係你，而係其他人啊嘛。然後你就話，美國都有啦，英國都有，係全世界都有，但係人哋咧就會有公民社會希望去平反。希望可以咧扭轉，即使扭轉唔到都可以俾你發言啦，可以俾你發聲去國會裏邊聯署啊，可以出嚟講啊，起碼都有個渠道可以咧疏泄到。但係咧中國就唔同啦，佢話咧中國係咩？即係呢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唔可以俾你有不滿，你嘅不滿可以，但係唔可以俾你公開地講不滿，因為你嘅不滿公開咗講咧，就會串連到整個社會嘅不滿一齊講。所以于朦朧事件背後係咪因為裏邊有啲高層啊，而啲高層背後肯定朝廷有人，呢個可能係。但係公安慣常嘅做法唔係淨係針對于朦朧事件，對於西藏套租交通同埋啲嘢難食，一樣都會俾人恐嚇。貴州小薇嫁去台灣，俾人哋遣返貴州嗰個，佢套租啲村委、村代表、村書記賠償嗰個天災不公平咧，佢都一樣俾人上門恐嚇。呢個係超穩定結構嘅社會現象，所以唔係淨係向太唔敢講，所有人講都會被封號都會被禁言。向太唔敢講咧，係有佢嘅道理喺裏邊。呢個同整個體制係有矛盾衝突啊。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好不幸嘅新聞啊！呢個30幾歲嘅年輕演員咁樣就走咗。呢個星期有兩個，一個就係于朦朧，另外一個咧就係 Charlie Kirk， 兩個都係30幾歲咧就走啊！呢個相當令人哋即係惋惜嘅。Anyway， 今日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支持 like、subscribe、share， 再 Patreon 同埋 YouTube members 有優先睇獨家內容知識有價。拜拜。